结婚3年，别人都羡慕我找了个好老公，赚钱顾家还宠妻。直到怀孕的小三上门求我离婚，我才知道老公和婆婆背着我干的蠢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人间烟火》。察觉到许波有问题，是结婚纪念日这天，我在他的包里发现了儿童玩具。我们之前本该有一个孩子，因为我的身体原因流产了。之后他怕我伤心，安慰我不管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的，身体最重要。他还发誓哪怕丁克一辈子，只要和我在一起也愿意。而当我看到这个玩具，我质问许波是不是想要有个孩子了。他果断回答没有，温柔道：包里的是客户家孩子放的，我也不知道，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不会带回来的。老婆，你相信我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早在我们领证前做婚前检查，就检查出我有多囊，可能不孕不育，治愈的概率也不能确定。当时医生说可能不会有孩子，也可能怀了也有流产的风险。我如实地告诉了许波，是他坚定地和我领证结婚，步入婚姻殿堂。我也选择相信他会遵守诺言。可是发现了这个儿童玩具，即便许波解释过，还把玩具扔进垃圾桶里，但我心里就像有根刺扎着一样不舒服。也是从那天起，我隐约感觉到了他的微妙变化。以前许波加班的时间很少，他每次都准点下班陪我，给我做饭，陪我逛街，甚至在家里一起看电影。可是最近他总是加班，说是最近客户多，他很忙，而且还会时不时得去出差。如果我在追问，他总是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，为了能让我安心的在家里养身体。老婆，我想让你做最幸福的太太。从那以后，他在出差或者加班，我不再追问，给他绝对的自由。因为他是我老公，在我检查出可能不孕不育的时候，在我流产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抱怨，也没有抛弃我。我以为他会永远这样，我也会一直爱着他。可是爱情是互相的，不忠诚的爱情不配称之为爱情。建立在谎言与虚假基础上的东西，最终都会离你而去。而我要做的是婚姻里的女王，而不是摇尾巴的舔狗。我冷眼欣赏许波精彩的表演，为了藏着一个小三，看他能到什么程度，看他能有多努力，看他每天小心翼翼，有时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。我真的怀疑这是和我结婚的许波吗？他沉浸在扮演好丈夫的戏码里，不愿出戏，自认为能瞒天过海，天衣无缝。但我还是从一些细节里知道了第三者的存在。朋友聚餐那天，许波来的有些晚，来了以后，身上有着浓烈的香水味。他平时是不喷香水的，这味道也不是我常用的香水味。朋友都问他怎么不和我一起来，还来得这么晚，身上还有香水味。面对朋友的调侃，许波解释是加班有些忙，然后干巴巴地笑了笑，眼神也不敢和我对视。我没有拆穿他，而是继续和朋友聊天，暂时留给他一些尊严。不过朋友一直在给我敲警钟，说让我看紧一点，要关注许波出差的行程。女人的直觉不仅是对自家男人，天生的敏感让他们在情感方面一向预测得很准确。但我不是不知道，而是在选择什么时间捅破这层窗户纸而已。现在显然不是最佳时机，所以我选择视而不见。当女人在婚姻里换来的都是失望的时候，那么被爱情冲昏的头脑会无比的清醒，理性使我开始留意家里的积蓄，也使我决定不能就这么轻易地饶了许波。毕竟我当初冒着生命危险想为他生孩子，可换来的却是背叛，这些都让我不能释怀。
而且许波当初娶我的时候家里很穷，是我爸爸一手扶持他，给他介绍一些客户，他才一点点做到公司经理现在的位置。他忘恩负义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于是我约了爸爸，当初他说自己老了，精力不如从前了，一直想把手下的一个分公司给我经营。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流产，需要休养，许波担心我太累，就谢绝了爸爸的提议。现在我决定重回职场，还要把公司做大。爸爸听我这么说，也挺开心的，他拍拍我的手背，骄傲极了，你早该接手了。不过他又问，许波知道吗？他一向怕你受累。我怕爸爸多想，就说他知道。许波真正知道的时候，是晚上回到家，我通知的他，我不需要得到谁的同意，即使他有些不解和反对，那他也只能把话烂在肚子里。这几年，他嘴上说着我只负责貌美如花的享受生活就行，工作的事交给他，其实不过是想让我在家好好养身体，好为他们老许家传宗接代而已。我开始了早八晚九的工作，初时许波不理解我为什么突然要去分公司，还安分了几天。他又恢复了早下班的状态，还会来给我送他亲手做的晚餐，陪我加班，帮我看策划案，和我一起回家。但是我经常会以工作忙、压力大的借口对他挑刺，比如他给我做的晚餐，我会说这个做得太咸了，那个不是我爱吃的，你不记得？那我倒掉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出去给你买。算了吧，等你买回来，我都下班了。老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下回一定注意。我享受着他这种小心翼翼和讨好，时不时的也会挑战下他的心跳。听说你手下总监搞婚外情啊，后来被他妻子发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除了工作，不关注员工的私生活的。他说这话时明显有些慌张，应该是做贼心虚。在我旁敲侧击下，许波也老实了一些时日，我也得以趁此安心工作，对于一些项目渐渐从生疏到熟悉，当然这也离不开爸爸的提点。但我最近的忙碌也慢慢的让许波有更多的个人空间。刚开始许波还天天陪我下班，接我回家，中途小三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会声称是客户，怕影响我工作，就出去接电话。渐渐的，他认为我现在是全身心都扑在了工作上，所以胆子就又大了起来，又开始了所谓的出差。我自然不会问他去哪里出差，但我也留了个心眼，早早拨通了私家侦探的电话。许波出差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每次还假模假式的给我带回来一些当地的土特产，还有一些珠宝首饰，我都笑嘻嘻地收下。那些所谓的当地土特产，网上随便就能买到。他以为我真的相信了他，于是便开始更加放肆，而我的目的暂时也达到了。我在分公司做到了经理的位置，这里也有宋哲的帮助，他是我的大学校友，因为专业对口，毕业就进了当时爸爸的这家公司，现在是总监。当初我结婚休息在家，他还感叹说埋没了我这个人才。我给宋哲一份资料，是许波公司的，我和他说是拿来学习的，让他帮我分析。他调侃我，这个应该找你老公啊，他肯定比我熟悉。我回答，生意场上无父子，更何况老公呢？我要做的是超越他。宋哲笑着看了我一眼，不愧是学霸，一家人都这么卷。许波最近忙着和小三甜蜜，公司的一些事情他也比之前松懈了些，所以我很容易就能找人从他公司里拿到一些财务报表。当然，我也会选择和他的公司合作，这样既能打入他的内部，还能赚钱，谁会和钱过不去呢？并且许波还有些利用价值。
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公司有合作，还是许波怕我起疑心，没过几天他就回来了。不过在他回来之前，我已经在私家侦探那里拿到他和小三的照片。我笑着看每一张照片，两人暧昧至极，简直让人作呕。我把照片都做了备份，保存了起来。许波回到了家，我依然笑脸相迎，并不打算把那些照片拿出来去质问他，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照常给我一个拥抱，还说出差时很想我，但是我的心里只觉得很恶心。我趁机和他谈2个公司合作的事情，不知道他是因为心里有愧还是心不在焉，我说的项目他都答应了。我老婆的项目，我就是不赚钱也要支持啊。呵，油嘴滑舌。他还以为给我一些物质上的甜头，我就会被他所蒙骗，真是无知又自负般的自信。不过很快，我就会让他知道现在的自己是多么的愚蠢了。到时候哭着求饶的人还不知道会是谁。去许波公司谈项目时，我在他的办公室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医院婴儿脐带血的宣传单。看来是小三怀孕了，许波陪着去的医院，但是他不会这么粗心，把这种医院里的关于孩子的东西放到他的办公室。一定是小三的把戏，他想以这种方式宣示主权，并告诉我他和孩子的存在，天真的以为这样就能拴着许波的心。而在我看来，这是多么可笑！哟，许波，你还关注婴儿脐带血？我拿着那张宣传单子冲他一笑。那是有一个公益项目，和这方面有关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就不关注了。说着，他把那张印着萌萌的婴儿照片的单子给撕了，扔进了垃圾桶。哪个企业的公益项目这么有爱心？下次介绍给我呀，我也参加。我风淡云轻地说着，倒是许波有些许慌张。你一向不喜欢这种项目的，下次我也不参加了。我当然知道他说了谎，但是我是不会戳穿他的，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小三想凭肚子里的孩子上位，那就太异想天开了。像我和许波这种夫妻，在没有孩子，或者说以后都可能没有孩子的情况下，还能结婚并一起生活3年，就不单单是感情的问题。我和许波公司的合作进行得很顺利，生意场上讲究的是双赢，许波的公司也因为这次的合作大赚了一笔。而我在他公司的董事面前也受到了较高的评价。许波自然在这期间不敢惹怒我，反而断了和那女孩的联系，一心围着我和项目转。我冷静地处理着公司的事情和许波的关系，对他不冷不热，不挑明，不在乎。终于，还是小三按耐不住了。他从许波那里知道了我电话号码，约我见一面，还挑衅地承认了他们的关系。他以为他的出现会让我暴跳如雷，甚至会对他大声吼叫，但是他失策了。我现在的眼里只有公司和赚钱，哪里有空搭理他？因为要继续和许波合作，我又开始了加班，当然宋哲也逃不过。忙碌了一阵，到了吃饭的时间，宋哲拿着晚餐进来了。先吃饭吧，我的李总。他笑嘻嘻地冲我招手，示意我过去和他一起坐下。我停了手里的工作，刚走过去坐下，宋哲又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的咖啡。上学的时候记得你爱喝冰美式，也不知道现在口味变没变。你还记得呢？谢谢。我冲宋哲笑了笑，就开始吃饭。这一刻正好被进来的许波看见了，他看宋哲的眼神充满敌意，但是也没有过多的说什么。男人就是如此，外面沾花惹草，在这里还要醋意大发，真够没劲的。许波一直陪我到下班，对我很是献殷勤，还帮我捶背揉腿。我把这一幕拍了下来，
趁许波不注意发给了小三。我准备好了一切，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。果然，次日我就收到了那个女孩发给我的他们暧昧的照片，还有一张产检的模糊的婴儿照。女孩还讽刺我和许波的婚姻是没有感情的商业联姻。我叹气，年纪太小，就是容易被骗。于是我这次主动约了她。我坐在一家高档的咖啡厅里，品着冰美式，冷静且悠闲。而对面坐着的女孩憔悴不堪，眼睛微红。她叫安心，大学毕业2年。我慢慢搅动着咖啡，听她打着感情牌。我和许波是真爱，虽然我知道凡事讲究先来后到，但是你们都没有感情，这样也是浪费你们彼此的人生。就这样说着说着，到了动情的地方，她的眼泪在眼圈打转，一副委屈的样子。我没有马上回应，见我一副欣赏她表演的模样，她又接着说：许波和你在一起，他并不开心，没有感情的婚姻有什么意义呢？还请你早些放许波走。我知道你会认为我是勾引男人的狐狸精，是破坏人家庭的小三，但这并不是我想的，我也只是爱他而已。你们的婚姻只有利益，没有感情，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？更何况，安心停了停，喝了口果汁，接着说：你不能为他生孩子，而我肚子里的孩子能为老许家传宗接代。况且，许波的妈妈，就是你婆婆，也已经认可了我。哦，是吗？那我要恭喜你了，还得到了未来婆婆的认可，这里面竟然还有她的事。她说了这么多都在我的意料之中，唯独说到了我婆婆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看来许波的妈妈还是介意我流产的事情，许波出轨竟然还有她的手笔。她看我迟疑了一下，以为接下来我会情绪动摇，继续煽风点火，就请你做好准备，赶紧和许波离婚吧。我听他这话，忍俊不禁，不急不慢地喝了口咖啡。如果你认为凭借一个孩子你就能代替我的位置，那你就大错特错。我婆婆她怎么样，我无所谓，她也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许波他能不能离得开我。安心倔强地抬起下巴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只要你不再纠缠许波，给他自由，他自然会选择我和孩子。那许波知道我们见面吗？如果他知道你来和我见面，那么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不可能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。我笑着放下了搅动咖啡的勺子，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别以为过了许波妈妈的那一关，你就有了筹码。许波的妈妈也只不过是为了找个人生孩子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免费生育机器而已。你还是太不了解他们了。安心狠狠地怔了一下，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你胡说，许波他很爱我和孩子的，你只是没看到。我没有马上反驳他，反倒觉得他有些可怜。你认为怀了他的孩子就能拴住了他的心吗？不要太可笑。安心情绪有些激动，不由自主地哭了出来，站起身就要走。我去吧台结账，看见服务员慌慌张张奔向他。随后我就看到安心被抬进了120急救车。我拿出手机拨通了许波的电话，让他跟去医院。我在医院产科走廊拿着手机玩游戏，正玩得激烈，我喊了一声，隔壁的家属阿姨以为我是产妇紧张，还和我交流生孩子的经验。我礼貌地冲她笑了笑，怀孕的不是我，是我老公的情人。阿姨瞬间面露尴尬，走回了病房。听到我们对话的路人也都诧异地看向我，似乎等待着一场撕小三的好戏。我一点也不在乎，一切也都准备好了，只等着许波赶来了。许波急急忙忙地跑向了我，我对他礼貌微笑，并用眼神示意他那女孩在病床上。
只见他扑通一下跪在了我面前，眼眶湿润，很紧张的样子，说话都有些磕巴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是爱你的，你听我解释，老婆。许波拽着我的衣角，像个祈求原谅的孩子一样，眼泪不住往下流。我不屑一顾，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你更恶心，更脏。老婆，真的只是意外，我和他没有一点感情。滚，离我远一点！许波不停哀求，并开始扇自己耳光，啪啪啪的声音响彻医院的走廊，脸瞬间红肿了起来，眼泪也随之噼里啪啦往下掉。路过的护士有些看不下去，从病房里出来，劝导我说他已经知道悔改了，最好是保持安静，避免影响孕妇休息。我耸了耸肩，抬头和护士说，我已经阻止过了，是他非要跪着。护士看我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也就没再多说什么。旁边病房的家属也看不下去，纷纷来替他求情。一个大哥说，都是男人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他替保证，请我看在他的面子上让许波起来。还有一些大妈也纷纷来插嘴，我恶狠狠地警告他们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，不要来我这当什么大善人找存在感。众人听我这么说，纷纷又退了回去。这时，安心非要从病床上起来，想和许波对峙，被护士给拦下了。你现在胎动频繁，医生在给你检查，不能再情绪激动了，会影响到胎儿的。他听到这话，更加伤心了。等到医生做完检查，他就不顾护士的阻拦，蹒跚地从病床上走下来，捂着肚子，眼泪婆娑地走到病房。他看见许波讨好和跪着求我的模样，眸子变得暗淡，眼睛里显然是失望至极，沮丧着脸，但是他还是抱有最后的一丝希望。许波，你起来，你摸摸我们的孩子，他还踢我呢，多可爱呀！安心吃力地蹲下，伸出手想扶许波起来，许波却一把把他的手给甩开了，安心差点没站住。许波对他大声吼道，不是说好了，安静生完孩子不打扰我的生活吗？想不到你这么有心机，恶毒的女人。许波眼里都是对小三的愤怒和冷淡，甚至还有一丝厌烦，仿佛那个孩子和他无关一样。安心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，眼里尽是委屈和不甘，红着鼻子哭了起来，说自己是太爱他才一时糊涂。不管他哭得多么的伤心，许波都没有多看他一眼，而是一直在求我，老婆，是我妈，她一直想要个孙子，所以我也是被逼无奈。她说不抱孙子，死了也不甘心，都是她逼我的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我不能没有你呀，老婆。许波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完全没了形象，甚至双手抱住了我的大腿，哭得撕心裂肺。许波心里也许还有我的位置，但是出轨就是出轨，没什么理由可以原谅。对我感情上的伤害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抵消得了的，我必须要他们付出代价。这时，许波的妈妈，也就是安排了这一切的婆婆也赶来了。安心看见许波的妈妈，费劲地起身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去迎接，仿佛救星来了一样。她带着哭腔说，阿姨，你快劝劝许波，他一定是糊涂了。许波的妈妈看见跪在地上的许波，便要拉他起来，还瞪了我一眼，仿佛我才是那个破坏人家庭的第三者。许波也许是跪得有些累了，才颤颤巍巍起身，一把抓住了他妈妈的手。妈，你快点和小杰解释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，这都是你的主意，我不是情愿的，让小杰原谅我。解释什么？她这些年嫁给你，就算是个母鸡也该下蛋了，更何况她都不能生了。妈，你不能这么说小杰，
即便他不能生育，我也愿意一辈子和他在一起。是啊，不被祝福的婚姻，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了。我靠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他们的演出，多精彩的一出家庭伦理剧啊！安心也在一旁哭哭啼啼，想借着许波妈妈的力量挽住许波的心。我觉得是时候该剧终了，该让所有人知道真相了，包括安心。我示意刚才给他做检查的医生，医生拿着化验单和彩超结果走到了我们的面前。他把化验结果都给了许波的妈妈，并嘱咐她好好照顾孕妇。您孙女很可爱。许波的妈妈一听这话，脸上的笑容僵住，身体一怔，差点没摔倒。她赶紧拦住了医生：“医生，你说什么？是女孩，不是孙子？一定是你们搞错了，不可能。”她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，看着彩超中那个幼小的胚胎直摇头。阿姨，女孩也很好啊。安心还想试图安慰她，可还不知自己究竟处在什么境地。我要的是孙子，没有孙子，你什么也别想得到。你马上去给我做手术拿掉。你如果拿掉，我还会给你医药费和营养费，别想拿女孩糊弄我。安心没想到许波的妈妈会变脸这么的快，前脚还对他呵护有加，嘘寒问暖，现在却要拽着他拿掉孩子。他哭着求饶，并示意许波帮助他。许波还在求我的原谅，哪有心思管他？在婆婆拉扯下，再加上安心情绪激动，她出血流产了。她被医生推进了手术室，哭肿的眼睛里带着绝望憎恨。我婆婆倒像是松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句：“又是一个不会下蛋的。”就无情地走了。我和许波也走了，我让助理留下照顾安心，并交了所有的费用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把离婚协议书给了许波，许波说什么也不签字，天天买醉，然后给我打电话，我要是不接，就去我公司骚扰。我自然忙着公司的事情，没空搭理他。他的公司也因为他经营不善，开始走下坡路。然后我动用了所有的资金和关系，收购了他的公司。我是人人称赞的杰老板，和爸爸一起出席商业活动，大家都说我有当年爸爸的风采。看着自己儿子一蹶不振，我的婆婆又打电话约我单独见面。一个僻静的咖啡馆里，婆婆显得有些许的疲态。小杰，妈知道以前做的事不对，你不要和许波离婚，或者把公司还给他好不好？做了这样的事，难道不是他的错？让我怎么原谅？我不急不慢地说着，偷偷打开了手里的录音设备。之前安心是我介绍给许波的，也是我在水里下了药，才会有之后的事情。你要怪就怪我，真的和许波无关，他已经因为这事和我断绝关系了。你又是下药又逼人堕胎，你这是触犯法律了。只要安心告你，你怕是会坐牢吧？不会的，我已经给了他钱作为补偿了。你只要把公司还给许波，你要怎么样我都答应你。呵呵，还是真是一副不要脸的嘴脸。到了现在还以为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。我嘴角一勾，笑了笑，晃动了下咖啡。你说的这些我早就知道，谢谢你今天请我喝咖啡。我站起身，顺便把录音设备按下了暂停键，冲他晃了晃。你个阴险冷血的女人，我就不应该相信你能心软，你就是个疯子，疯子。他双手拍打着桌子，眸子瞪大，气得身体直抖。干了这么些伤天害理的事，还想让我怎么原谅？许波一直没同意离婚，所以我早早就搬了出去，再见面的时候就是在法院了。而安心也去了。安心告我婆婆和许波强奸，还拿出了一系列的证据，包括那天的录音。当然，我作为证人也出了庭。
最后，许波为了不让他妈妈进监狱吃牢饭，自己承担了所有的罪行。最后，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这个时候，他不想离婚都不行了，只能乖乖地签字。许波的妈妈看着自己的儿子蹲了监狱，前途毁尽，一时承受不来，变得精神失常。因为没有家属照顾，被社区送到了精神病院。看着他疯疯癫癫、乌头垢面的样子，我有时在想，这真的是当初那个骄傲的婆婆吗？时隔5年，我再婚了，并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，小名叫卓卓，是个可爱的男宝。这天，我和丈夫开着我们新买的大 G， 一起带卓宝去游乐园。游乐园的经理亲自接待了我们，说我们来必须得清场，让我们尽情玩。我说不用了，还是低调一些，大家一起也热闹。卓宝已经跑了出去，在卓宝玩的不远处，一个卖棉花糖的和工作人员吵了起来。去，出去卖去，这里不是你摆摊的地方，脏兮兮的，滚！大哥，你行行好，我就卖一会就行，你可怜可怜我，家里还有精神不好的母亲等我赚钱呢。我一时觉得声音有些熟悉，扭过头看去，看到一个穿着黑色布衫、灰色裤子、脚踩布鞋的沧桑男人。男人的眉眼有些熟悉，我心里一颤，那不是许波吗？今天有大人物来，可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，谁爱吃你的棉花糖？快滚！眼看着工作人员要动手了，我带着卓宝走了过去。我问卓宝要不要吃棉花糖，他兴高采烈地说要。工作人员看我过来了，喊了一声杰总。我挥手示意他下去，他便不再刁难了。谢谢，今天真是遇见贵人了，小朋友的棉花糖我请，嘿嘿。许波只顾弯腰感谢，然后埋头做棉花糖，还没来得及抬头。当他把棉花糖做好递给卓宝的时候，抬头看见我，怔住了。他尴尬地笑笑：“这是你孩子啊？”“我和现在的老公生的，叫卓宝。”他低头摸了摸卓宝的头，红了眼睛。番外，咖啡厅里，满脸憔悴、没有血色的女孩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被他们骗了，他们毁了我的青春，让我成了小三。是你婆婆说许波没结婚要介绍给我认识，这一开始就是个骗局。在我知道他有妻子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怀孕了，我也是没办法。我让他不要太激动，毕竟没了一个孩子的滋味，我是知道的，身体和心理的创伤是无法释怀的。我找你来不是对你兴师问罪的，我知道他们都做了什么，我这里有所有的证据，难道你想就这么算了吗？”我循循善诱，安心擦了擦眼泪，目光逐渐坚定。这对母子伤害我们这么深，我们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